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W16300SEL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颗分油盘是从台南的保养厂寄过来的一颗分油盘。那W126的车子到目前都已经有35、6年以上的历史。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引擎缸体是 M103 编号，下半身是铸铁的。理论上它跑个50万公里，如果不缺油不缺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油箱就像我们楼上的水塔，30多年的水塔，我们天天在用水，10年都要洗一次。如果说是空污的话，那就糟糕了，因为没有在用水所以管路上面管路里面都充满了脏的东西，水塔里面也相当的肮脏。那如果车子呢到了20年以后的后半段，因为车况难免不好，又很少开的时候呢，甚至于有的还停牌。那这样子的话，就好像空污的水塔，这个油箱里面脏的东西，汽油挥发掉留下来的胶质，还有加油站的沙子，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那我们 W126的车子就是机械式的喷油盘它这颗心脏，当时是最高的喷射科技，奥迪、法拉利、保时捷、劳斯莱斯都是用这颗喷油盘这个K 系列的喷油盘所以当时是最先进的科技。低阶的车子的话，那就用化油器的比如说日本车。那这个喷油盘呢，我们来检测一下到底它现在的堵塞情况是怎么样。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在大哥器台上面1分钟全油门应该在170墨左右。这根棒子是170，应该贴近这根棒子。如果说供油不足，就会造成引擎难发动，甚至于说车子跑不动，爬不上去。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这颗喷油盘现在的故障情况。这颗喷油盘的编号是60333。OK， 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一般来讲就是带油道堵塞，也就是6缸的供油量都不足。这个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那如果供油差太多的话，那就可能造成引擎难发动。要发动之后呢，车子跑起来又没力，那油门就必须要踩大。油门一踩大的时候呢，就开始耗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喷油盘能够把它脏的东西都把它清洗干净，让它每一缸的供油都要校正，达到最理想的出油量。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个喷油盘应该发不动吧？供油差这么多。在大哥机台上，1分钟全油门应该是在170墨大概这根棒子的下缘。我们看到第一缸，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哇，第一缸90，第二缸95，第三缸100，第四缸稍微好一点，也是110，第五缸105，第六缸100。这颗喷油盘应该是很难发动吧？如果发动的话，应该也跑步，加油也接不上去等大哥
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个现象是严重的带油道堵塞了。OK。这颗编号60333，从台南保养厂寄过来的6缸分油盘 W126的300 SEL，6缸分油盘大概已经整修完成了。那这个车主这个是他们自己亲戚的车子，他希望说能够这车子能够再开40年。那一般来讲，从大哥整修过之后的分油盘如果常常使用车子常常开，因为车子好开嘛，就常常开之后呢，你油箱就有在添加汽油，有在循环油箱就不太容易把我们的分油盘堵塞了，所以理论上再跑20年都没问题。20年再跑20年的话，M103的缸体也不可能超过50万公里以上吧。但是呢，这个车主爱车心切他希望我把这个它的分油盘的膜片换下来。那从这个膜片我们来看到，它膜片倒是没破但是就是说它的状况比较不好，换下来也是应该的我们如果看一看能不能从透明你看有很多地方都已经透明了就是橡皮都橡胶的部分都已经脱落了那这颗大哥就把它留下来，留给车主当纪念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是更换是应该的啦OK，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原来在整修之前在大哥机台上面的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在这个棒子底下一点点，因为这棒子是175，我们希望的出油量是170ml大概在贴近这个下沿。但是在整修之前，它带油道堵塞都平均落在125好像120吧120ml左右，我差了50ml，我的差的相当大，所以大哥在判断说这部车子如果能够发动的话，应该也是跑不动。那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检测，来看看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能够达到1分钟全油门的170ml。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1分钟的全油门是代表我们车子在行进当中它的系统出油量。那如果供油不足，那很难发动，车子也马力也不足稀薄燃烧可能会产生引擎高温这个是最不好的现象。如果供油过多，那当然就是燃烧不完全，验车验不过，那废气就会增加，排气管会闻到那个臭油味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达到标准的出油量，而且是希望它越平均越好。我们可以听到它这个出油量的声音，跟刚刚大哥在做测试整修之前的测试的时候，那声音大很多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这个出油量就很漂亮的这个棒子是175，我们看到这175第1缸170，第2缸165，第3缸170，第4缸170，第5缸175，第6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是相当优秀的。
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60333，从台南保养厂来的 W126的300 SEL 6缸分圆盘的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概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这个分流盘它的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啊？我们希望怠速它这个出油量它越平均越好。这个比刚刚我们在做10分钟的模拟怠速10分钟的全油门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还要重要。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需要关心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60333，从台南来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第二缸200，第三缸195，第四缸200，第五缸195，第六缸20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这个分油盘回到台南之后呢，那个保养厂的保养厂就需要调整的，就是这个怠速混合比的螺丝。那目标就是要把它调到转速最高点。那调整的时候呢，逆时钟如果逆时钟的话是减油。顺时钟是油量增加怠速的时候，因为系统的出油量大概已经校正完成了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只有引擎发动之后呢，调整它的混合比螺丝，目标就是要转速最高点。那每一次调整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都是45度为单位45度为单位，转45度看它反应。转45度看它反应，就是不管加油还是减油，都是45度为单位，调到转速的最高点。那至于说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怠速马达插头一定要拔掉这调整才是正确的。那调整完成以后，我们要确认这一点是不是最高点的时候呢，我们退45度看它转速应该要降下来。如果没有降下来的话，代表转速目前还不是最高点。我们再假设我们退45度，转速没有降，那我们再退45度看看，转速已经有降了，那刚刚那一点就是最佳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油门再加45度的时候，在顺时钟加45度的时候，这是油量增加，这时候转速可能不会改变，那代表刚刚那点应该是正确的。那我们在45度再调回来，转速没有改变嘛，再退下来，转速改变，降下来了，转速降下来了，刚刚这一点就是最佳点原则上就是这样子。记得怠速马达插头一定要拔掉。调整好以后，我们插头插回去，引擎可能会熄火，重新发动就好了。至于说那个流量感知器流量感知器的话我们换新以后，原则上大哥会会装回它因为它可以左右调整，螺丝放松可以左右调整。原则上大哥还会再锁回它原来的位置，那大概那一点误差不会太大。
因为如果误差太大的时候呢，那就会造成什么？怠速马达它会不工作，会跳开。那怠速马达我们要因为它流量感知器是绝对影响，只影响到怠速马达，它不会影响到供油量。这跟电喷的是不一样。电喷的空气流量感知器名称一样，但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电喷的话，它会改变供油量；机喷的话，它这个东西只在负责维持怠速马达的工作。如果说怠速马达一直都没有供电，或者没有作动，怎么样判断怠速马达有没有在工作呢？引擎发动的时候呢，把怠速马达拔掉插拔，它转速一定会改变。如果美规的话，就是一拔掉之后，你插回去它也不会工作了。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欧规美规，引擎发动的时候把怠速马达拔掉，它转速一定要改变。如果没有改变，代表它的怠速马达没有工作，那有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无论如何，如果有任何问题，直接跟大哥联系。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对了，还有一点，汽油泵旁边的蓄压器一定要检查，因为一般来讲都是漏油状态。可以参考大哥的教学影片。如果漏油的话，那就一定要更换，否则的话会造成回流量不足。那引擎发动的时候还要检查这一端流出的量，1分钟引擎发动当中，1分钟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如果留1分钟没有留回2公升，代表汽油泵补或者是油箱堵塞了，使得它提供给分油盘的油的汽油不够，所以它流回去量又不够。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蓄压器漏油了。那至于说怎么样检查蓄压器有没有漏油，有没有坏，需不需要更换，参考大哥的蓄压器的漏油检查。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